朋友们好，前段时间我们用心给床车做保温隔音，期待能有好的效果。这次石家庄之行就有了结果。另外，货柜角铁做床箱柜子效果怎么样呢？现在让老卢给朋友们说一说。大家好，我们经过了3天1600多公里的行驶，到了石家庄。在这里啊，首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今天说一下通过实际用车体会，我这台车的保温隔音的效果究竟咋样。现在是2022年4月26日下午1点27分，石家庄市桥西区现在的温度是零上25度。首先说一下的行驶感受，我这车做这个保温隔音呢，有的部位啊我还特意的做了加强。开起来的感觉就是隔音方面跟没做之前声音明显的就是小了很多。从大庆到石家庄我们一共用了3天，第一个晚上是在辽宁的马尾营住的。当时辽宁这个天气啊，晚上还是有点凉的，但是我们就是盖了一个薄被，也就是说正常过夜了。第二天晚上是河北的霸州住的，也是盖个薄被。途中这3天的中午啊，都是大约在11点到1点左右吧，我们都是找一个合适的服务区啊吃饭午睡。在车内啊，就是开着2个侧窗，就中午在车内可以正常睡觉。在这之前吧，我也发过几期有关这个我这车做保温的视频，有的也说就是我这个做保温吧没有用，做保温呢就是自欺欺人。我第一个不是专职做保温的，另外呢咱也不是说给什么保温材料啊或者是什么隔音材料做广告。我只能说啊，说这种话或者有这种意见的人呢，他根本就没给轻客车做过保温隔音。另外一个就是，即便他是给轻客车做过隔音保温，真真正正的是自欺欺人的做的，所以他才能得出这种结论。再说一点这个题外话，我用货柜角铁做的这个床箱还有柜子即便是走那些坑坑洼洼不平的这个路的时候啊，柜体也没有一点扭曲变形的声音，这个已经是经过考验了，还是比较合理的。我不是搞专业保温测试的，咱没有那种测试仪器啊，我只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证实我自己做这个保温究竟有用没用，哪个地方做得好，哪个地方是加强做的，这个我清楚。你通过手摸就很清楚，这个棚顶是这满铺的，这个你用手摸这个温度，这个位置我也是做了，这个位置隔音保温材料直接能填进去。像这个位置填进去效果也不好，它摸的这个温度跟这个温度就是不一样的。这个位置是没有做的，那这个温度就更不一样了。我在车内已经待了1个多小时了，现在这个车内啊只开着2个侧窗，侧门没开，因为附近有这施工，这声音太大。我对车内的温度现在是特别有体会，这个保温效果是特别明显的。我只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改装这辆轻客车的一些经验和一些最真实的一些做法，希望呢能给想用这个轻客车改装床车的朋友们有个借鉴。以后我再想跟大家说一说通过我自己的这个实践呢，床车长期在外旅居，床重要还是车重要？选择这个轻客车改装床车，什么是最重要的？避免大家在床车改装之前做加法，在床车改装以后做减法，让大家少走弯路。